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V， 今天要来开箱这一盒 MR 魂的攻击自由24初音合作版本。本来当初我是没有想要买啦，不过后来就看到加开，然后脑波一时弱就直接刷下去了。那这一盒应该算是我人生中第一盒 MR 魂啦，算是初体验啦。那如果说你很常买 MR 魂的话，那欢迎在底下跟我留言交流一下，那搞不好以后我也会开箱其他 MR 魂。首先来看一下盒绘，那给人就是一种演唱会的感觉，那是蛮符合初音的形象的啦。那也可以看到说这个版本的初音整体的造型，那就是以攻击自由为主题作为设计哦。那像是说后面的龙骑兵，还有手上电吉他的光束步枪设计，那都可以看见攻击自由的影子。所以我说那个30ms 版本可以出了吧？那再来盒绘上跟机体以及 logo 相关的字，那都是采用烫金来呈现，那是蛮有质感的。那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这个合作的 logo。那我个人是蛮喜欢这个设计的用这种 Q 版的眼睛搭配钢弹的天线，那是蛮得我心的。背面的话，除了另外一张演唱会的剧照之外，那还有基本上就是看一些外观的设计啦，然后配件，然后可动之类的，那还有一些金属骨架的介绍。那接着就赶快来看一下内容物以及整体的表现。始めましょう。首先打开之后，内容是3层的系数，其中一个是龙骑兵的透明支架，再来就是本体武器等，最重要的就是底层的初音合作支架以及亚克力牌了。本次合作的重点之一，各部位安装完成后，先来看外观设计，光是眼神就很加分，完美展现出攻击自由的凶悍感。下巴部分比较长，以前在模型杂志上常常看到模型师会延长下巴来增加霸气感，这台做到了这个效果。瓦解者的缝隙也有确实呈现，不过这台毕竟不是全能攻击自由，所以没有附上发射状态的关节或是替换内线。配色上，机体的各部位都改为初音的印象色，天蓝色以及蓝绿色。那总共是使用了3种不同的蓝色啊。那整体的涂装甚至还带有金属颗粒的质感。那在肩甲以及龙骑兵的尾端，甚至还有渐层的涂装，那相当的好看啊。那至于涂装上的瑕疵，我手边这台看起来是都还好啦。那是只有左脚的喷射口，那是稍微有溢气的部分，是没有手工重大缺失啦，看起来是都还不错。再来攻击自由在组装模型里早期最让人诟病的这种金色关节，那这台约 90% 的区域都得到接近这种电镀金涂装，而且四肢关节甚至还有反光的效果。但是只有少数的地方啦，还是用了以往这种丑大边机，不过还好，就是这种面积不算太大，而且多半会藏在这种被遮盖的地方，对，还算能接受。专业的品质看起来也都很不错。那驾驶舱盖甚至还采用这种烫金色来进行处理。龙骑兵的两面有不同的款式，安装时可以自由选择哪一面朝外。不过我原本期望会有更多初音的联动标示啦，那像是新设计的头像还有 logo 等，那大概类似于演唱会版本沙克战士那样子。不过大部分都还是机体编号，那或是警告标语这样。那只有是五线谱的设计，那是跟音乐有关。那这方面我个人是觉得比较可惜哦。接着看一下手持武器的部分。配件包含2把光束步枪、光束剑、光束盾牌以及剧场版中使用的刺鬼炮。那双枪就是标配，没什么特别好说的。双枪的结合以及高出力形态都得到了还原，扳机也可以折叠收纳。平时不用时，可以透过卡榫卡在侧裙甲的2侧。再来是光束剑，这一次的特效是采用了初音手持的大葱颜色，不会是要攻击自由跳甩冲舞吧？双剑结合的状态则是给了额外的剑柄。平时2把剑柄也可以收纳在侧裙甲上方的收纳槽中，紧实度还算不错。接着是手持吃鬼炮的部分，旁边的辅助把手可以向外搬动，底部的弹夹也可以取下。那这把说明书也特别提到，要小心后方的挂钩设计可能会断裂，在把玩时要特别注意一下。挂载的话，可以透过卡榫挂在后裙甲上，或是透过额外的零件安装在侧裙甲上。光束盾的发声处这一次直接坐在的光束盾上。直接将手臂发声处上的零件拆下来之后，搭配另外的支架直接安装上去。手型的部分都是成对，分别是握拳、持枪、持剑以及开掌。其中开掌造型的角度上偏弯曲，那手掌跟手指的部分都是采用软胶材质。平衡感的部分，虽然金属骨架是有加重本体的重量，不过在大翅膀向后折的情况下，还是很容易倾倒，偏可惜。再来看一下底座跟支架，采用雷射印刷。黑色的底色也很凸显整个雷射的彩度，那中间的初音 logo 我就不再多说。下方的设计则是音乐的频谱图，很符合初音电子音乐的形象。
那外部雷射的光圈也给了一种科技感。那至于支架的可调度，支撑本体的支架是可以透过后方的卡榫扳动来调整高度，上方的连接轴则是能够调整模型本体的角度。那下方呢有横向卡榫，是用来固定角度用的。不过这根连接轴我是有点怕断裂啦，各位如果有买相同底座的话，要小心点把玩。那前方的小型支架则是可以透过搬动前后的角度，以及调整连接杆的长短，那进一步的调整前倾的角度。再来看一下龙骑兵的支架，需要先将背包上的喷射口移除之后，再进行安装。龙骑兵的安装也没有什么难度，也可以自由调整角度，大概就是完成之后会有点像钢铁制作人吧。另外，龙骑兵在安装上背包前，总共会有像这样子8个的装饰板盖。那说明书上是写说，如果展示龙骑兵发射后的状态时，再把它装回去。但我个人是拆下之后就没有再装回去过了啦。最后就是这一次的卖点，初音角色亚克力，那就是和会上封面那张，印刷上是没有什么问题啦，但就是单纯一块角色亚克力牌这样子。再重申一次，赶快出那个30ms 系列，肯定买爆啊！接着看一下可动，那基本上大家进来就是再来看初音的联动外观啦。可动上我就快速的带过去。那我们会看一些值得注意或是我不太满意的地方。那大部分的可动其实都是没问题的。那四肢的关节处，因为金属的关节，所以其实都还蛮紧实的。那其中天线在把玩的时候，其实非常容易脱落。那就算安装回去，听到蛮紧实的声音都还是常常掉下，是蛮恼人的。再来是手臂的外白关节，本身拉出时是蛮容易的，然后角度也还不错，而且重点是不会感到很松动。那本身是带有一定的阻力感，我个人是觉得这一点做得很棒啊。接着是前裙甲，那在把玩的时候其实也蛮常脱落的。那现在各位看到的就是我是小心翼翼的操作啦。那实际上呢，我是在摆姿势的时候就很常掉下来。那有的时候安装上去，明明都已经听到那一声很清脆的咔的声音，然后却在摆下个姿势的时候又掉给你看。那这也是一个我觉得蛮扰人的地方哦。再来是小腿处的后方喷射口可以上下搬动，那这个算是我蛮有印象的地方啊。通常这种喷射口如果做出来可动的话，我都会蛮有印象的。至于翅膀的展开，那没有联动效果，那全部都是要手动操作。不过我个人是比较喜欢这样啊。之前是玩过最早以前那个 MG 版本，虽然联动效果是很酷，不过把玩久之后，就是内部的卡榫就容易被搅烂，那手动操作就不会有这个风险。这部分我个人是非常满意哦。那以上就是这盒 MR 魂攻击自由24初音合作版本的开箱了。那以我个人 MR 魂的初体验来说，就觉得还不错啦，这算是有做到这个价位的玩具应该有的水准哦。就可动上面来讲，做的是蛮好的然后涂装上面也做的还不错。那如果说你问我说就是会不会推荐这个，那我会说，如果你很喜欢这个初音的亚克力牌，然后也很喜欢这种配色的话，那可以去买啦，因为现在应该网络上还有人在卖。那假如说就是你觉得还好的话，那你就自己买正常版的，就是攻击只有20就好了，大概是这样。那下礼拜呢，我们就会开始回归到我们的 C 的吴小强补完计划。那下一盒就是直接好跟大家预告一下 MG 的电击钢弹。OK， 那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，那下礼拜天晚上8点，我们就下支影片见，拜。